给我看看那梳子。哎，奇怪，怎么只一半呢？另外一半呢？这叫鸳鸯梳，公主。要只当梳子，就只能用这一半；要是对上了另一半，那就不再是梳子了。要是对上了会是什么？要是对上，怎么了？啊，红哥哥没要你的礼物吧？我早就猜到了，你把显的礼物送给红，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你正跟显好吗？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当然是男的。为此树立榜样呢。儿臣近日通读《春秋》，痛感此书危害极深。通篇尽是君臣猜忌、友朋争斗、兄弟相残的血腥故事，不仅授民以武，而且教唆阴谋诡计、废礼忘爱，堪称厚黑之模本典范。臣恳请父皇母后立即诏命天下，废止武庙，毁尽《春秋》，防民风败坏于未然，扬凛然、扬正义于即刻。说完了。我没关系，你继续。说的不错，您认为呢，皇上？你手里面拿的什么？一把梳子。呈上来，我看看。怎么只一半？另一半呢？另一半在东宫里。在东宫里。这梳子总是有一半在用，有什么讲头吗？没什么讲头，只是一半用着惯了，居然忘了还有另一半了。红儿今年有多大了？18。18了。18，到了该成婚的年龄了。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人贤惠，人又长得漂亮。儿臣刚被立为太子，没心情考虑儿女情长，望父皇体谅儿臣心境，暂时将婚聚之事往后推延。这谈不上什么儿女情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生的规律。我18岁时都已经做了父亲，我已经下诏宴请裴将军父女，争取早日结了这门亲事，也好了了我们一桩挂念呢。儿臣诚恐不能从命。父亲您的要求实在让我惶恐不安。父亲，自古有多少才高志远的伟人，被男女私情缚住了手脚，终落得才情远逝，宏愿落空。儿臣实在不想重蹈其覆辙，此为一。其二，儿臣近日读孔子深悟贤贤易色的道理，自古圣贤皆洁身自好。不错，自古圣贤皆洁身自好。红儿，你做到了吗？这要看怎么说了。圣贤有意，对此
准则也有所不同。就依你的标准，你做到了吗？我想我做到了。你宫里是不是有个叫合欢的娈童？是有这个人。我听人说，你们常常同行同宿。皇上，孩子大了，有些事就让红儿自己做主吧。李义府，臣在。你们都是朝廷重臣，都明世事，不要被那些世俗所见所左右。红现在是太子监国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多向他请示，多听听他的意见。只要是太子能做主的，就不要事事请示我们了。是。我看红对圣人的教诲领悟颇深，对治国的道理也有自己的见地。一个孩子能有如此的眼光，在历朝历代的太子中都算是难得的了。你们先下去吧。臣告退。红儿，你是我最寄予厚望的孩子，因此你的一言一行都让我很惦念。最近，我听到了一些令我很不愉快的流言，希望那只是一些流言，都是有关你和那个叫什么合欢的娈童的，我很失望啊。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不知道父亲您都听说了些什么。合欢跟随我多年，对我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因此照顾得格外细致周到。另外，他为人喜善单纯，虽为男儿，心思却细致的不让任何女子。我生活中确实少不了他，我倒是希望父皇您能够……好了好了，你只管记住，你是皇子，现在又是太子，要时刻的提醒自己的一言一行，要符合一个高尚尊贵之人的规范。至于你和合欢的关系，他毕竟是个男人。皇上，御医已经在寝宫等候多时了。母亲，您也认为我需要这门婚事？婚姻对于我来说就那么重要吗？红儿，你必须从此明白一个道理：对于你，一位太子，未来的圣上，你个人的需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需要。
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你的父皇、母后，你的朝中大臣，乃至你的国家、百姓，及你脚下的山河。我们目前需要你的婚姻，那它就必须是你个人的需要。我们想看到的太子是一个男人，是一个稳重、踏实、有责任感的男人。这就是你现在身份的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放心，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任你牵引着步入前途。而婚姻则是一个男人成人的仪式，是他真正成熟的标志。我懂了。但是对于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可是却又真正需要婚姻的人，母亲以为，我们是否应该成全他们呢？当然应该了。一个真正需要婚姻的人，实际上追求的是幸福，而福祉是永远被成全的。好，那我就恳请母后将禁院中的红白莲2位公主嫁出去，她们才是真正需要婚姻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幸福。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们在那里吗？他们在为大唐抚育红白莲花，代替李唐王室为万民祈求佛国的福祉。是的，但同时他们也正在为自己母亲的错误接受惩罚。谁都知道他们是萧淑妃和王皇后的女儿，上一辈人的恩怨纠葛不应该再延续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年近30了，无辜的青春正在被毒液般的孤寂与绝望消蚀，美丽的面庞也正在被条条早衰的皱纹撕咬。母亲，都已经过去20年了，您的敌人已经躺在地下，为他们的罪过遭受吞噬与腐烂，这已经是最严厉的惩罚了。我请求母亲放过我的2位姐姐。活人为死人承担罪责，是有违上天仁爱本性的。您作为一国之母，万民仰慕的神明皇后，更应该不计前嫌，赐予他们女人应得的归宿。红儿，恳请母后慎思。人的归宿都是上天注定的。身为大唐皇室的女儿，她们从未被我们忽视。而她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婚姻，恰恰是她们正在履行的职责。如果他们需要的就是牺牲他们无辜的青春，为我们大唐国运祈求佛光降临的话，那么我身为皇子，负担着天下万民的重托，也应该奉献自己的一切。我请求替他们抚育佛花，这也许更能够表达我现在的心情。皇子，您要射中了。好，把你的弓给我。这把弓您用过了，刚才用过了。胜败凭实力，临阵换弓撞大运，这恐怕不是雍王为人为事的作风吧？作风太一贯了，恐怕连鹌鹑都摸清了。而运气来无影去无踪，有时连自己都防不住。啊，看来老兄称不上福将，没有撞大运的命啊！我看今天你是输定了，换10把弓也没用，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赢的心情。心情？
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情？我就是不明白，我哪里比不上红？问题恰恰出在这儿，你哪里都比得上红。那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在这里打猎，在这里消磨时光呢？雍王应该明白，自古集大权者，绝非强者，心计才是取胜的关键。你哪里都同你母亲如出一辙，唯心计还略欠一筹。母亲，母亲，怎么什么都是母亲？这是谁的天下？难道母亲还成了主宰一切的神不成？你母亲自然不是神，但她至少是一位非凡的人。她虽谈不上主宰一切，却着实掌握着太子的命运。红的情况正在验证这一点。我也听说，大哥在宫里的情况不是很好。的确，红最近接连发布政命，大施仁政，朝野上下已渐露非议。他召先朝老臣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侯主编从台预览，重修历史，为一些已经定了义的侍臣们证明还望。初衷自然无所非议，但却恰恰中了人意而轻了利害。而当今朝廷人事何为利害，恰恰是您的母亲。这正是令我寝食不安的症结。难道大唐才疏，只有母后能成全她的命运吗？你母亲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皇后了，时下她的好恶取向决定了人事臣服，已是朝内不争的事实。木已成舟，可悲与否暂且不论。君子先识利害而后行大义，红却不懂这道理，一意孤行，太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却不知自己的地位犹如杀气，一触即倒。而这正是你要吸取的教训。二皇子贤听旨。皇后手谕，皇后手谕，宣二皇子贤入后宫听旨，钦此。遵旨。恭喜二皇子，您机会来了。李大人，折子已经转到我手里了。我不明白，您干得好好的，也算得上是政绩斐然，怎么突然就要辞官回家了呢？臣最近身体不是太好，又忽然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跟不上别人的思路。与其如此，还不如告老还乡，就算是保个晚节吧。您最近是跟不上谁的思路了？臣，哎呀，请皇后还是准了臣的橙子，放臣回家种地算了。母亲，我看我还是先走的好。李大人怕是有难言之隐。不，你留下来。我叫你来，恰恰是为了这事儿，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李大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知道我的脾气。我最讨厌文人的那一套虚与委蛇。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别再绕圈子了。皇后请想，假如有这样一个君主，他把自己的口粮赐予伙食不佳的士卒，半年之中3次大赦2都狱中关押的罪犯，当他刚刚开始执政，
就想为前任皇帝钦定的逆臣平反昭雪、修墓冢。他除了在表现自己的仁爱之外，还在做什么呢？他在默默地谴责将领们的玩忽职守，谴责他们薄待为朝廷卖命的忠勇战士，使他们在士卒的眼中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在无声地告诉天下人，朝廷属臣、郡府官员的昏庸无能。他们时时制造冤假错案，还在否认前任皇帝的英明决断，使他们在天之灵愤怒，无法安息。而一个丞相，身为群臣之首，总是处在政治风云动荡的中心，必然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天怒人恨。又因为无法保护身后的属臣，而招致同僚们的埋怨。如果再不引咎辞职，那就只能是引颈待图了。李义府，看样子我要是不准奏，就是在害你了。皇后不会害臣。臣担心将来有一天，太子的仁义会害了臣。贤，你说这辞呈，我是收还是不收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儿臣不敢妄言。儿臣没有对宫里的事务指手画脚的名分。说吧，不必顾虑。要是母亲真想听听我的意见，儿臣以为收与不收并无所谓，因为在我看来，李大人其实根本就没有辞官的意思。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唤起您对一些事的警惕。你认为目前有哪些事值得警惕呢？什么是一个帝王的首要美德？你说，什么是一个帝王的首要美德？帝王为天子下凡，万民的表率，任何美德对于他来说都是首要的，只不过因时间而定，因需而用罢了。当战祸纷飞时，骁勇善战是他的首要美德；当内忧外困、政务繁忙时，从善如流、任用贤明为其重要；当法纪松弛、人心思变，就应当雷厉风行、威严有加了。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纷乱、政邪繁杂的帝国，需要的是恩威并施、法律严明。最重要的是能够随机应变，政策随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一味的食古不化，死守唯一虚范的理念，不仅会误臣，也会误主，更会误国呀！二皇子头脑清晰，思路敏捷，将来必担大任呐。道理是不错，只是不知道面对实际情况，你会怎么应对。现在李大人有几件棘手的案子，我也颇感为难，想听一听你的意见。第一，关中大旱，兵士的食粮中多掺杂鱼皮硼石。我想让群臣效仿红的样子，把自己的食粮与他们分食，你觉得怎么样啊？哼，群臣的口粮又能救济几个士卒呢？那谁又能拿出口粮与群臣来分食呢？我想治病治本才是当务之急。现在是清平盛世，人心安定，
这是神明对万民的照拂。我想大赦天下，以呈现上天好生之德。你觉得这符合天意民心吗？天意民心就是太平安定，而太平安定靠的是法治严明。母亲，恕儿臣直言，随意大赦天下，只是满足了妇人之仁，干涉法治，恰恰有违天意民心。好，那我再问你，你的红哥哥要宽恕长孙无忌的后代，已经把长孙侯招进东宫，修纂从台御览。你觉得母亲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大胆的回答，母亲不会怪罪你的。大哥可能是受人蒙蔽，一时糊涂，我就劝他把长孙侯逐出京城。一个长孙侯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波？我是在问你怎么看待红哥哥要为逆臣平反这件事。大哥一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别人也拥有同他相同的优秀品质上。这就如同赌博，要是运气好，长孙侯能够尽弃前嫌，以善相报，成为一代忠良；要是运气不好，也许就引狼入室，培养了一个设计的隐患。要是我不愿意冒这个险呢？那就请母亲下诏，强行胁迫长孙侯出局。那不是有损监国的威信，又动摇皇储的根基，给别有用心之徒可乘之机吗？母亲，责罚子女是为了教育子女，责之越切，爱之越深。我想大哥他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而且全天下的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无从谈起有损威信、动摇根基。只要母亲一心爱护大哥，我想任何别有用心之徒都难寻可乘之机的。皇后，二皇子分析事理头头是道，思路清晰，真是难得的人才啊！我大唐天下也算是后继有人了，恭喜皇后！母后，母后，母后，我再也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了，难看不说，穿起来还麻烦。这么多的袋子，累得我都喘不过气来。我要换衣服。那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穿人人都喜欢的衣服啊，比如贺兰姐姐那样的衣服。你是公主，怎么能穿那种轻浮的样式？才不是呢！贺兰姐姐，人人都说她好看，都夸她漂亮。宫里有好多女孩子都学她的样子，连父皇都跟她在一起。太平，不许胡说！我没胡说。父皇和贺兰姐姐天天在一起喝酒听音乐，还自己编排了好几出皮影戏呢。你宫房里堆的全是贺兰姐姐的新衣服，而且他们连睡觉都在一起。住嘴！有很长一段时间，贺兰氏对于我来说，代表着上线生疏的整个女性世界全部诱人的内涵。她那风铃般的歌声，蝶一般轻盈的舞步，曾是大明宫所有热切眼神所捕捉的尤物。她的存在，间隙性的使我父亲脸上多了一种微醺的神采。他深知，赢得天下男人宠爱最直接的本钱，就是自己年轻妖娆的身体，以及鲜活大胆的欲望。弥漫于宫中的男女私情，催育了他与生俱来的对于风情韵事的敏感，从而提早使他对于性感有了成熟的领悟。自然，
爱情等于权力这一横亘帝国后宫秘史的经久顽固的定势，令他同时具有了一颗与年龄不堪相符的危险和隐秘的野心。他运用处于青春期的乖巧而轻浮的智慧，缔造了这场景，指望自己声势浩大的爱情能像镜中折射的那样，从四面八方打击这个气弱体虚的中年男人疲惫的心灵。他期望自己的花容月貌能够永远就这样塞满他模糊的视觉，以致最终占据他同样模糊的头脑。怎么了，浩然？怎么不跳了？人家辛辛苦苦从胡姬那儿学来的舞，跳了半天，皇上连句话都不说，连个表情都没有。谁知道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呀？喜欢啊，当然是喜欢了。小贺兰做什么朕都喜欢。你没看见，朕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贺兰是朕的小仙女，永远轻灵灵的，风一样，好像随时都会飞走的。我哪里飞得走啊？这四海之内，天是您的，地是您的，普天下都是您的猎手，我能飞到哪儿去呢？就算真是飞走了，只要你皇上一句话，我不就马上被捉进笼子里送了回来？我只怕皇上身边漂亮的鸟太多了，飞走了一只，您还不愿意费心去找呢。皇上，你怎么了？你看朕是不是很老？你怎么会老呢？您是真龙，不是常人。天子啊，是不会老的。我看您啊，是太累了，看眼皮下都泛着青，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朕休息的还不够吗？现在，朕连年号都不过问了。皇上是不是怕他？怕谁呀？怕皇后啊。怕皇后？朕为什么要怕她？朕是真龙，非常人，朕怎么会怕她呢？如果要说怕，我只是怕社稷动摇，怕朝廷不稳，怕百姓遭殃。我说皇上，你就是怕他。我还觉得皇上应该立刻废了他。废他？废了他，然后怎么办呢？废了后，自然要立后啊。那你说我应该立谁呢？立我呀，我是上苍派来辅佐皇上建功立业的。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啊！你让朕想起了一个人，连表情都很相像。10几年前，也有过一个女孩子，说过同样的话。
当时正很年轻，很感动，抱着他哭了一场。真是奇怪，今天再听这话，不仅不感动，反而想笑。唉，看来朕真是老了。贺兰，你过来。你看你还不够聪明，当不了皇后。皇后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我怎么不够聪明了？皇上以为天底下只有他最聪明吗？哼，天下的智慧分几种，有一种叫阴险狠毒。贺兰，你听着，知道朕为什么最近总来你这儿吗？因为你年轻、简单，于是就很纯洁。朕就可以忘掉后宫里的事、朝堂上的事，轻轻松松的来做一场白日梦，一场美丽的、温柔的清梦。可，如果有一天，连梦呓都变得有了主意和欲念，那朕来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呢？朕就会非常的伤心。贺兰，我只希望你能够帮朕把梦做得更优美、更完整。你，小贺兰，就是朕身边最美丽的鸟，永远不会被忘掉。听清了吗？你这是什么丝竹板子？怎么选的竟是丧气的曲子，像哀乐似的，听了让人心烦。这是薛仁贵将军在高丽打了胜仗俘虏来的乐班子，据说在高丽很有名，专为皇室贵族奏乐。如果皇上不喜欢，就让他们散了吧。高丽乐，是吗？你们高丽皇室就听这样的曲子吗？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哼，怪不得会吃败仗。你们就没有快乐一点的曲子吗？皇上，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一支快乐的曲子，在高丽每年的咏春节，大街小巷都会传唱这支曲子。和阳春一样明媚的心情，快乐的。朕怎么就听不出一点儿明媚的味道？听上去，倒好像一首晚秋的哀歌。大概是演奏的心情变了。再明媚的春天，再快乐的调子，在一个满腹哀愁的人眼里耳里，都会浸透着凄婉萧瑟的味道。这么说，你们都满腹哀愁？怎么，大唐错待了你们吗？大唐待我们恩重如山，身为俘虏，我们得到的比我们设想的要多得多。那哀从何来？愁的又是什么呢？大唐待我们越好，我们的哀愁便越沉重。这就犹如
寄宿在别人的家里，桌上的食物越鲜美，吃到嘴里就越不是滋味。我们的妻小老人不仅要在万里之外忍受别离的痛苦，还要忍受贫穷。我们同大唐的百姓一样，种田耕地，老实平和的生活，甚至同山里的虎豹相敬如宾。然而有一天，我们被突然宣作另外一个大国的敌人，在国王的号召下，与另外一伙人争夺所谓的自由和尊严。然而我们以卵击石的努力，倒使得我们失去了已有的自由，从而真正远离了尊严。我们被带到他乡，用父母教会的技艺侍奉新的主子，犹如丧家之犬。每当夜深人静，我们闭上眼睛，听到的是妻小的哭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父母无言的泪痕。圣上试想，我们现在哪里还有欢乐的理由？又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无尽的哀愁？说得好啊！传旨，解除所有被俘的高丽平民奴隶身份，凡归顺大唐者，每人赏捐5尺，赏钱3000，并可以自由返国。从今往后，你们自由了，去与家人团聚吧。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来。皇上！哎，大哥，你能不能坐下？老这么走来走去的，我都心慌了。贤这是什么意思？早早的约我们来，自己又不到，我还有那么多的政务需要打理呢。听说大哥最近正忙着修丛台预览，还主张废了《春秋》，改读《礼记》。是啊，《春秋》简直就是罪恶的摹本，那里面所列奸行，听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哼，说出来就会遭上天报应。要是再让后人研读，这岂不是推波助澜、弃善扬恶吗？孔子写《春秋》，意存褒贬，褒善以示范后代，贬恶以警戒来者，所以刻画的越逼真，揭露的越淋漓，读者才会领悟的越深刻。况且所举事件，无论多么发指，都是事实。大哥不会反对吧？但对于一个清明世界，肮脏是应该永远被埋没和被遗忘的。我看大哥是怕，是胆小。如果大哥真是视恶如仇，那就应该坦然视之。不仅要正视他的面孔，还要解剖他的躯体，如庖丁解牛，看看病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发威。像大哥这样躲着藏着，连看都不敢。那假如有一天奸恶真的找上门来，大哥以何防范？哼，所以我说大哥是胆小，是恐惧，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这就是你请我来的目的？告诉我胆小如鼠吗？不，今天我找众位皇兄来，是有事要商量。只不过刚才母后招我进宫，所以才晚了几步。母后招你？招你做什么？你义府大人要辞官回家，母后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大哥你不知道李大人的事儿吗？不知道。怎么我是太子，
母后反倒招你入宫议政啊？今天我找这位皇兄来，是有事要商量。只不过刚才母后召我进宫，所以才晚了几步。母后召你，召你做什么？李义府大人要辞官回家，母后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大哥，你不知道李大人的事儿吗？不知道。怎么我是太子，母后反倒召你入宫议政啊？这也正是我今天找这位来的目的。什么意思？大哥，你做了几日监国，有何感想？寥寥数日，能有什么感想呢？只是想着多做些事，别愧对了这称号，心里有些疲惫罢了。大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废了你的太子位，像钟那样，你怎么办？废我？为什么？别这么看着我，我又不会废你。那我要探个究竟，搞清楚废我的理由啊！你找谁去探个究竟？当然找父皇了，找那个立我的人。那如果父亲不管呢？那怎么可能呢？父亲毕竟是一国之君嘛。我是说如果。那就去找母后。如果母后也不能给你一个令人折服的理由，或者说干脆就没有理由，仅仅是因为你同她的政见不同，那你怎么办？那他就不能废我。再说了，这怎么可能呢？太子又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废的，我是他的亲生儿子，又是长子。母亲不会是这样的人。但如果母亲就非要废了你，那你怎么办？好，我再来问你，如果明天废了你，而立了我，或者显，或旦，你会如何对待我们？我会替你们高兴啊，毕竟大家都是亲兄弟，谁当上了太子都是家族的荣誉。那如果换了你呢，显，你会怎么办？啊？你开什么玩笑？母亲怎么会选我做太子呢？再说，我自己也不会同意的。你呢，旦？我不好回答，我还没弄清你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回想一下刚才我们的谈话吧。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可悲的现实吗？现在所有的成败命运，都集中在母亲一时的心血来潮上，这难道不可怕吗？母亲现在早已不仅仅是皇后，而我们李家呢？难道就应该如此任人操纵？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是京城团结，是雄心豪情，是让天下再次听到李家声音的志气。这毕竟还是李氏的江山。我有3个问题。第一，你把母后想象的太可怕。在我看来，她恰恰是我所见过的最少心血来潮的人。所以至于你我的命运系在她身上，是否真的那么可怕？现在下结论还嫌太早。第二，至于母后目前是否仅仅是皇后，当然不是。在天下人看来，她是2圣之一，是父皇治国齐家不可缺少的干练助手，这已是不争事实。值得你我庆幸的是，这一切至今还不是她的阴谋，而是她的荣誉。第三，二哥以为天下现在听到的是谁家的声音，别姓的声音。况且我以为天下最希望听到的是强壮合理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实话讲，你我任何一个人的声音，无论从道理上还是进度上，都尚难于同母亲抗衡，而气未养好之前就急着发声，只会招致天下人的耻笑。
这正是我担心大哥的地方。在大唐所有公开的正式典制礼仪中，哥哥们的定期聚会，并不算作是当然的一种。然而，这就是宫廷，你所能看到的一切态度、表情，这样那样的决议，都仅仅是结果而已，而原因则隐藏在大明宫中。哦，我得走了，香儿还在药园里面等着我呢，再不去我就晚了。晚了。算了算了，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你去吧。算了吧，我就不去了，反正也去吧。那我就去了啊！我去了啊！我去了，有事叫我啊！玩物丧志，朽木不可雕啊！二弟、四弟，不管怎么样，有一点，二弟是对的。我们兄弟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精诚团结，是耀祖扬威的豪情壮志。来，为我们李氏注定的万世山河，我们盟誓，保家卫国，万死不辞。保家卫国，万死不辞，不辞。保家卫国，万死不辞，万死不辞。皇后召皇子入宫，皇上病重。皇上怎么样了？皇上是偶遇风寒，需静养数日。什么偶遇风寒？每次叫你们来都是偶遇风寒，哪有这么严重的偶遇风寒？都昏过去这么久了，说，别那么吞吞吐吐的，跟我说实话。请。皇上。双目晦暗，印堂发紫，怕是阳气过损，他伤了元气。我看皇上是不能再有房事了，至少需颐养半年。再说一遍，说大声点儿，说。皇上双目晦暗，印堂发紫，这是典型的阳气耗损。皇上他伤了元气，不能再有房事了，至少需颐养半年。母后，母后。父皇，父皇，父皇，红儿，儿臣在。你长大了，是个大人了。你现在是太子，做事要有原则，但还要懂策略，这才是帝王之道。我悟了一辈子，道理虽然懂了，可还是不能完全做到。现在轮到你了，这李家的宏基伟业，
怕就要落到了你的肩上。你要好自为之，别愧对了我的指望。我父亲生命真正的衰竭，是自于那年在魏国夫人寝宫的台阶上摔倒的那一刻。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他的心情一如他脸上的神色，麻木而沉默地应付着眼前流逝的时光。相反，母亲则像一位精干的主妇，在朝堂和后宫释放着她永不衰竭的饱满的热情。哥哥们仍在持续着他们例行的聚会，他们作为男人的成熟，在我看来，仅仅表现于写在他们骄傲面容上的日益明显的针对母亲的抗拒。我则悄悄地长大，迅速的，犹如父亲衰老的速度。母后，红哥哥说今天晚上他就不过来了。为什么？他说丛台预览正在收尾，而且今天他在东宫召见几个重磅的才子文士。太平，你猜猜看，神灵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大概他什么都没想吧。错了，他只是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想，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其实，道理是非都装在他的脑海里，每时每刻，他都在毫不停顿地思考着，试图解释眼睛里看到的，耳中听到的，甚至肌肤感觉到的。母后，父皇，他不会死吧？别胡说，他怎么会死呢？从我伺候你爷爷起，见过无数个男人。你父亲是我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最仁义的权力中人。他的心很软，甚至脆弱。我至今仍记得那年在感业寺，他紧紧地抱着我，像抱住一个失踪多年的孩子，生怕再丢了似的。作为女人，那就是幸福，就是一个妇人能感受到的最完全的快乐和感动。母后，我害怕父亲要是一旦遭受不幸，这宫里没有人会像他那样抱着我们，保护我们。你说过，这宫里只有我们2个女人。不错，母亲是说过，这宫里只有我们2个女人，而且只能有我们2个女人。记住，这大明宫包括着巍巍恢宏的大唐王朝，
只有男人是当然的主人，而作为女人，特别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有心气儿的女人，这么点小虫您都看见了，您的眼睛好了，皇上。如果有一个男人像一棵大树那样供你修养，固然好。但如果有一天树倒了，你却不能倒，要学会扎根，长出自己的枝叶，真正像一棵树那样坚韧而倔强地生长，甚至不惜付出冷酷的代价。这就是一个女人生活的全部秘密，而且也就是我们女人应该遵循的典范。太平，你放心，只要有妈妈在，你就永远是万人仰慕的太平公主，永远是大唐美丽的骄傲。直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乾丰元年，我与你祖母坐在佛龛前的那场对话。皇后，皇上，皇上他下地了。的语气和他当时的一脸凝重，令我感受到了某种仪式化的庄严。那是我接受的第一次关于女性的启蒙，尽管对于它的内容，我当时还有些似懂非懂，然而我却分明感受到了某种力量，那种澎湃在母亲血液中无坚不摧的意志和力量。皇上下午那会儿像抽风似的，还没好利落就张罗着下地，还敞着窗户，这会儿能不热吗？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我看80%好不了了。你别胡思乱想，这无论什么病，贵在个心气儿。天大的病，只要心气儿活跃，没有渡不过去的。昨天我到感业寺为皇上求了个签，是上上大吉，皇上有菩萨保佑，康复只是时间的事。我也去过感业寺了。真的？什么时候？在梦里。梦里？我最近每天在想我们以前的日子，年轻时候的岁月。我还是那句话，能娶你，是我这辈子无论做男人还是做皇上最大的福分。我知道前些日子我成天泡在偏妃那儿，你不高兴。以前年轻心盛，总嫌你，可现在想想，什么是好女人？能进你梦里的就是好女人，就是你命中注定的女人。媚娘，我对不住你。我这病一旦好了，就专宠你，天天和你在一起，同先前那样。媚娘，你快过生日了，今年好好的庆祝庆祝。皇上，您别想那么多了，好好的养身子，那些闲事儿就别管它了。过什么生日呢？一定要过，要好好的庆祝一下。我已经吩咐他们去办了。我早想好了，
今年皇后生日，我们谁都不请，就跟孩子们在一起。一来，我好久没见到孩子们了，很想见见他们；二来，我听说最近太子和贤同你好像不太和睦，趁这个机会融洽融洽。那就多谢圣上挂念。媚娘，该给的我都给你了，所剩的你也就别再惦记了。太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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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显哥哥，哎，什么事儿啊？太平，你来。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叫《梦天娇》，取自楼兰沙漠中的仙人掌和吐蕃雪山巅的雪莲精心配制的。我在药园啊，一待就是3天，督着他们熬成的。你帮我闻闻，告诉我母亲会不会喜欢啊？我不闻，我最怕香精的味道了。哎呀，郝太平，哎呀，我求求你了，就闻一下。你要喜欢呢，母亲一定喜欢啊！你闻闻吧，郝太平。闻闻，我求你了啊！那好吧。怎么样？啊，你说说。太平，太平，你醒醒啊！太平，来人呐！来人呐！御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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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哥哥啊，你的香清新爽宜，沁人心脾，母后她一定会喜欢的，我保证。真的，谢皇妹。雕刻此像的黄金称夫金，选自龙州，此地景色奇美，碧溪飞白鸟，红颜映青林，堪称人间仙境。龙州产的金质地沉实，光泽耀眼，而且坚如岩石。刻像艺人来自大石，刀法精致细腻，巧夺天工，而且和大唐的传统大相径庭，另辟蹊径。它讲究凹凸有致，追求形容逼真。母后，请看此像以谁为摹本？皇上，您说呢？这眉眼倒是像你母亲，可这神态表情却出离凡世，有几分烟火不食的神的味道。像你母亲每天供奉的菩萨。还是父亲一语中的，所以儿臣将此像命名为国母像。儿臣心目中的大唐之母，既有母亲之明眸皓齿，形容却像佛祖永远豁达深沉；既有母亲的干练果断，心情却像佛祖那样时刻静如止水。儿臣将此像献给母亲，祝母后能官如其形，青春常驻；实如其志，雍容高贵；思如其神，淡泊清宁，从而寿比南山，福极四海。真是知母莫过于子啊！贤儿这是礼重人意更重，一番祝福，说的我都有点嫉妒你了。多谢二皇子，
做母亲的能收到这样一份礼物，真可说是心满意足了。显儿，该你了。我带的是，其实也没什么。怎么，你忘了带礼物了？没。可我带的礼物没那么大，也没那么贵重。礼物不在大小，更不在贵贱，关键在于你是否独具匠心，是否巧妙。我也没那么巧妙。没关系，显儿，拿出来看看，没有人会取笑你的。此盒木质为阿伽罗，取自天竺国，沉香则由此提炼而成，香气蓬勃，提神醒脑。这个盒子木质紫藤，取自婆罗门，香质似酒，浓郁醇厚，主攻驱邪避恶。这个盒子的木质是由橄榄木打成，榄香似箭，由南诏传入。有诗云：“红露响兴延命酒，素烟恩蒸降真香。”这小瓶里装的是什么呀？这就是儿要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此香呈叶状，名梦天椒，由楼兰沙漠的状如云母的仙人掌及吐蕃雪山巅色若冰雪的雪莲精心混制而成。此香不仅气味奇美，且有异功，除综合了上述诸香之功用外，还可当补品，滋身醒脑，活血舒筋。儿看母亲近日政务繁忙，日理万机，所以贡献此香。愿母亲疲惫时闻此香，劳顿全无；困倦时闻此香，可以如长梦方醒，耳聪目明。看来啊，显儿最实际，早就看透了我的奔波命，连解乏药都给我选好了。来，拿来闻闻。果然好香，真是人精一道。看来显儿现在都快成了半个炼香师了。谢谢你，显儿。哎，太平、红儿和蛋怎么还没来啊？其实四皇子第一个就来了，只是二圣没看见。哦，在哪儿？在那儿。这不是我们滨州的民歌《彩云飞》吗？好久没有听到这旋律了，恰似故乡的秋水长云，古道西风。这孩子从小有心计，沉和安宁的宛如一潭春水，却总能猜透母亲的心思。启禀二圣，这是太平公主遣奴才送来的贺礼。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得孝道？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公主说这礼物非同寻常，她不能在场。这孩子不知道又在玩什么花样。公主还说，请皇后一定亲自开启香盖。
皇，我把我自己送来了，是当做母亲生日最珍贵的礼物。母亲给予我的最珍贵礼物，就是把我生到这个世上来，而我能回报给母亲的，就是把我自己交还给她。母亲。父皇母后在上，请恕儿臣不孝，未能如期赶到。没关系，来了就好。红儿，你的脸色很难看，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儿。儿臣只是感到心如刀绞。儿臣试图说服自己，像一个孝顺的儿子那样，表现出欢乐喜庆。可是，责任、良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愧疚，却如巨石般将我的心境坠入沉痛的漩涡，不能自拔。你就直说吧，出什么事了？这是孩儿送予母后的礼物，请母后过目。这是什么？正如母后所见，这是2束过早就已斑白的头发，代表着2位正值青春妙龄的皇家公主提早衰竭惨淡的心情。怎么，2位公主婚后的生活不尽如人意？2位公主早已经不是公主，她们的生活甚至不如一个平民的女儿。她们不仅要忍受自己崇高血统所无法想象的落魄与贫穷，还要忍受每夜她们的丈夫运用人间最庸俗的智慧而构思的恶意侮辱，运用男人最粗糙的心灵酿造的冷落和孤独。她们的面容由于命运的不公而写满了对生活的恐惧和惶惑。而脸上唯一的饰品，仅仅是丈夫酒后的欧痕。儿臣始终不明了，母后，如果您嫁出红白莲公主，真如人们所愿，是为了解救2颗无辜受虐的心灵的话，那您为什么要把她们嫁给目不识丁而又血统低贱的门卫呢？红儿，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儿臣知道今天是母后的生日。作为儿子，能向母亲展示一片坚持原则的忠心和孝心，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完美的礼物。不错，红儿的一番慷慨陈词，实在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份最严肃的礼物。只是这礼物只有了一半。红儿，你认为我能为2位公主的命运做点什么呢？下诏，废了他们不幸的婚姻，接他们回宫休养，然后另选门当户对的夫君，择良辰吉日，明媒正娶。这是展示您宽容大度、不计前嫌的最好时机。我以我尊贵的太子地位和李家的高贵血统担保，您所为他们一手铸造的幸福，绝对不会成为他们为前辈复仇的起点。我想，如果王皇后和萧淑妃天上有灵的话，一定会原谅的。你给我闭嘴！满口的胡言乱语。皇上，您错了。红儿从来都不会胡言乱语，她做什么说什么，从来都是经过深思苦想的。这匹马是著名的突厥草原马，生性暴烈刚强，从不言输，而一旦驯服，则能与主人同生共死，肝胆相照。在突厥，能驯此马者，皆为全国最优秀的骑手，并时常被冠以将军称号。
而驯马高手往往智勇双全。今天带你们来，是你们父皇的主意。此马进献给大唐已近1年，无人能驯服它。贤，你以为怎么才能驯服它呢？一切性格秉性，只不过是一副饱满肠胃的装饰品。我饿它3天3夜，它就没有力气保持刚强耿直了。然后我再喂它，同时尝试着骑它。这就如同治人之道，先施之以彻底的苦，然后再循序渐进地给予恩赐，它就会有时间充分感觉到甜的来源，于是便会有忠诚。你说呢，蛋儿？母亲有没有注意，当我们注视着它，寻思着如何驯服它时，它正以同样的方式望着我们。而每每看到策马飞驰的俊秀骑手，往往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令我感动的，恰恰是骑手那如马一般的飞扬神态，如马一般的狂放心情。人马实际上早已合二为一，成就了一种全新的生灵。贤儿，你说呢？啊，我啊，我又不喜欢马，再说我也没想过怎么去驯服它。哎，今天不是母亲的生日吗？我们说驯马干什么？这事儿还不简单。如果我驯不了它，就找一个能驯服它的人，比如说母亲，天下的事没有她做不成的。该你了，红儿。母后，我想起了一则上官老师为我讲的关于您的事儿。太宗皇上也曾经问过您同样的问题，您的回答是一只铁锤、一只鞭子和一条铁锁链。据说答案很令太宗赏识。的确，在天下枭雄四起的战争年代，征服是全部行为的目的，因此胆魄、坚决和冷酷是成功的钥匙。不过，现在是和平时期，安谐稳定是大唐的期盼，因此怀柔仁慈才是制胜的法宝。我理解此刻父母的心情，是想借驯马来考考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和风格。耳闻蓟县名马师王世革每次驯马就将自己手足捆于马缰上，然后命人以鞭策马，于是马时常拖着他奔波数里，但最终总能止步，并用唇舌舔其伤口。王世革的策略便是以善抑恶，以情取胜，而非垂直鞭之。儿臣想趁母后生日大喜之日奏一咨者。儿臣近日修编丛台预览，实得少见人才。此人乃是先朝之老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侯。然而由于前辈政坛一时失误，导致长孙氏族报国无门，连每年的殿试都被剥去了资格。儿臣知道，长孙大人同母后有怨，但这与朝事无关，更不可殃及子孙。况且，当年长孙大人反对立民为后，也是出于江山利益，而非个人恩怨。要说错误，他也仅仅是一时站错了立场。然而母后，您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不早已证实了父皇当年的英明决断吗？这是大唐的福祉，更是母亲您的荣誉啊！如今时过境迁，往事已成烟云，您何不借此时机，为长孙大人证明富裕，向世人展示您的王者风范？所以，儿臣恳请母后下旨重修长孙祠堂，并在唐史中赐予长孙家族应得的评价。如此重要的事情，为何不在朝堂上提？偏偏捡母亲的生日，
儿臣以为此事不宜当着众臣的面讨论，那样做无疑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母亲规定了答案。如果母亲真的在生日之际下诏，那么不仅能让朝臣子民都能在国母大寿的时候分享快乐，更能体会到二圣的恩泽呀。行了行了，我准了，起来吧。我累了，回宫去了。多谢二圣，多谢母后，祝母后生日快乐。你刚才说的那个蓟县民马师叫什么来着？王世革。哦，他死了，就是寻这匹马的时候死的，肠子肚子落了一地，惨不忍睹。你要是真可怜这个王世革，就把这匹马杀了，就说我准的。起来吧。你完了！只有一句话能概括你今天的行为：迂腐，迂腐至极。难道我们以前说的话与你都是废纸一张？你好自为之吧。哼！你叔叔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内心蕴藏着的丰富绵延的爱意，永远表现得顽固笨拙，不合时宜，由此变为一件武器，在伤害他人的同时，最终也结束了自己的命运。听说红哥哥跟皇后吵架了。母后生日那天，红哥哥说了好多不着边儿的话，母后很生气，可是红哥哥他也很伤心啊。我不知你发现没有，红哥哥最近一晚上不睡觉，天天两眼通红的，人也瘦了，样子怪吓人的，还不是太子闹的呗？你说，好好的非要争个太子当，人也变了。看什么看？快滑！我觉得都不好。这个更不好。去拿剪子。去拿剪子啊！哎，好。把袖子给我剪了。好。